侯爷，您找我？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，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，但为时已晚。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幼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。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他留下这匕首，是为了示威。可他为何要拿走那把小木剑？你看看这个。红手，告诉我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
我想你已经猜到了吧？我要你亲口说出来。黑燕就是你的阿兄。走吧，我会回来的。再回来。我一直以为，那小木剑上刻着的“鹰”是我的字，现在看来，那小木剑是我阿兄的玩具，那个“鹰”字是我阿兄的名讳。没错，黑燕就是敌鹰。敌鹰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南方的？我也是看到这陶碑上画的，他没变。哎，你们俩慢点跑，别摔着了。哥哥，你慢点，等等我。过来，快点。知道他是黑夜，那你为何不告诉我？你让我从何说起呢？当年就是家主亲手把他赶走的。啥爷？楚磊如果真的是你阿兄的话，你们兄弟会相残吗？哥哥，我也要一把剑。那可不行，你还小呢，你得多读书。嘿，狄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你这个人了。走吧。阿兄，5日期限还没到呢，楚磊说话不算话呀。刀口杂乱，应该不止一个人干的。凶手也许不是楚磊，不是楚磊，那还能是谁？凶手也许就在他们当中。岳父，这4人已招供，人是他们杀的。报上你们的姓名、职业。陈泰，草命王柳，孟琪，韩芳。我是城东开茶馆的。孟琪是备考的书生，王柳是打铁的，陈泰是药房伙计。你们可认罪？人是我们杀的，为什么？不为财，不为报酬，无怨无仇，只为活命。那死去的2人，对你们的性命有何威胁？那副黑夜的稿书上写的明明白白，5日之内，一旦蓝方城有1人擅自离城，则随便选1人杀之；有2人擅自离城，则随便选2人杀之。那日他2人妄图擅自离城，被我们发现。想好了不要啊，10把草毒杀，就要自食毒身。
你们要自杀！杂人啦！你们跑了，却不顾全城人的死活。他们二人一走了之，无牵无挂，可我们的妻儿老小全在这儿，我们能去哪儿？更何况，他们一走，这全城的百姓不知道谁要遭殃。我们这样做，何罪之有？是啊，对，我们没有罪。荒唐！如此黑白不分，是非不辨。孟琪，你是个读书人啊！因为一纸告示，一条莫须有的谣言，一个好端端的同康村，就这么没了。现在，又是一张告示，兰芳也要步其后尘吗？我问你，若是那告示上写着你孟琪，你家里的老老少少、妇孺老幼，只要你的全家都死了，兰芳城的百姓便可平安无虞，你会举家自尽吗？回答我。若是冥府可以惩戒真凶，像您所说的那样，将黑焰绳之以法，那还用得着让全县的百姓担惊受怕吗？那是什么？我们是为了成都的百姓。快走！我没有错，我们没有错。宁府，让他们全员到岗，轮番巡街，绝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退堂。宫里没有人管老百姓死活呀！回应啊！从今日起，你就留在我这县衙里边吧。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，你没必要再以身犯险了。明府，您是已经想到应对的方法了？没有。明府，像他这样的人不值得，您做人有底线，只会白白害了您身边的人呢。去休息吧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回应啊！下一步有何打算？若那楚磊真是狄英的话，他自己会来找我的。即便是回来，那也是在5日期限之后。5日一到，他一定会说到做到的。那洪叔觉得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我看，向刺史告急，请他派兵进驻兰芳，捉拿那些文刺黑焰的人，起码可以稳住眼前的乱局。把那些文刺黑焰的百姓都抓起来，咱们县衙的大牢都装不下呀。可是5日期限要是一到的话，整个兰芳都遍布着文刺黑焰的人，你忘了刚进兰芳时的乱局了？那些文刺了黑焰标识的人，终究只是百姓而已，他们并未犯任何的法，他们只是想活着罢了。
黑岩大人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饶我一命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这样挂上，快挂上了，挂上了！不有了。对。求求你，黑岩大人，你回来！你回来！你跑什么呀？我是为了你好！你哎，跟我回去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明父，我自己身上没有纹刺黑焰，我不怕死。不要杀我呀！让我的孩子活下去吧，明父！多谢明父，多谢明父！不要走！我走呀！快走！这人，冯叔，你现在还觉得我该提报刺史，派兵来抓这些人？不要杀我！回吧。求求黑岩大人！哎呀，求求黑岩大人，不要杀我呀！太嚣张了！我说就这副光景，咱们还有必要巡街吗？回应啊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啊？我还在想陈玉的案子。现在，陈老六夫妻被杀了，龙屠户被杀一案，还有同康村的整个惨案，咱们都算是查清楚了。只有这纯玉一案，我现在始终有一点没想明白。楚磊已经对林帆动手了，对其施以惩戒。若这纯玉真是楚磊所杀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他为何要在10年之后才开始下手报复？纯玉一案是这整个一系列事件的开端。陈老六夫妻被杀案、龙屠户一案、同康村惨案，对应的便是爱、恨、欲、痴，以及整个蓝方城的5日之期，对应的便是贪。那这嗔和恶，他出来又会如何表现？我们现在一味的见招拆招，只会处处落于下风。我若是不能将纯玉一案弄清楚，我什么也干不了。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？等死而已，在哪里都一样。狄某有一事不明，还请郎夫人如实相告。明夫问吧。我不会对你撒谎的。就要到你们郎家之后，纯玉和你儿子的感情如何？感情不和。其实一开始，我很是喜欢春雨这个姑娘，人长得漂亮，心灵手巧。
心地也善良。可是自从她嫁到郎家以后，便没有了小模样。直到她被掠走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她跟我儿从未同过房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干脆退了这门婚事呢？我们郎家在同康村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大庄户，凭什么要退婚？难道要我儿成全纯玉和他那一穷二白的情人？情人？是的，这孩子跟他的情人早就私定终身。只是他的父亲萧记染坊的掌柜从中作梗，才不得婚配的。放开我女儿！你给我滚！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功名，就休想再见到我女儿！你给我滚！你等我，走！出来！别走！出来！出来！跟我走！出来！可是我之前问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没有听说过楚磊吗？我确实不认识此人，也从未谋面。我更不想知道他是谁。怎么，我让我儿休了纯玉，民府觉得有何不妥？我只是在想，也许郎夫人若是能够早些成全了他们，退了这桩有名无实的婚事，你们同康村便不会遭此一劫。也许你儿子还能好好活着。这便是那天晚上的真相。那天晚上，你的女儿纯玉表面上是回家省亲，实则早已与楚磊约好，连夜私奔。楚磊便是经由此处进入到纯玉的卧室，与其相会。楚磊攀爬途中，突遇醉酒归家的龙屠户经过。上来的时候被龙屠户看见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还能走吗？也不一定是坏事。至此，他心生一计，楚磊将你们萧记染坊纯玉手制的纸人背负在身，拔出。为的就是要让龙屠户看见，将自己劫掠纯玉一案坐实。他这么做，是为了保护纯玉的名节。
一个已经有了婚配的女子与他人私奔，这话传出去太难听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发现纯玉的房间杂乱无比，可你近在咫尺，却未曾听到半点动静的原因。案发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隔壁的房间里啊。那你女儿房间里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？纯玉已经嫁为人妇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越轨的事情呢？明府，你可不能毁了我女儿的清白呀！萧掌柜啊，萧掌柜，你可知道，纯玉嫁入朗家之后，从未与她的丈夫圆过房。啊，你知道，你知道。那还有一点，你一定也知道，当晚纯玉是收拾了他所有值钱的细软离开的。事后你一查便知，纯玉与楚磊定是私奔，你却隐瞒了所有的实情，致使楚磊入狱。纯玉至今下落不明，你说，你保护的究竟是你女儿的名节，还是你自己的脸面？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纯玉，这是我在龙图户的案台之上发现的。当晚，龙图户无意中看到了萧继染房2楼的人影，识破了楚磊的计谋。于是，心生歹念。当纯玉看到他熄了灯，便带着包袱，按照事先约定好的，悄悄地出了门。这时，龙主见左右无人，扑向纯玉，让他拉进自己的肉铺。你想干什么？跟野汉子私奔的吧？啊！从容啊！他不知道的是，纯玉的耳坠掉落在了街头。后来楚磊苦等纯玉不见，回来寻找，在肉铺外捡到了纯玉的耳坠。可出事后，却被龙屠户反咬一口，在你萧掌柜的推波助澜之下，楚磊入狱。纯玉的行李后来被龙屠户逐一变卖，好在他识字不多，纯玉这2个字并不认识，所以才留下了这包袱皮，擦刀过肉。我的女儿啊！我的女儿啊！纯玉，萧掌柜，你恐怕永远也想不到，杀死你女儿的凶手，就住在你萧继染房当街对面吧？萧掌柜，你刻意瞒报，导致真凶逍遥法外，好人不得好死。龙屠户已死，无法治罪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，知罪。
带走。明府，此案断得高明啊！只是纯玉这案子算是破了，但对楚磊这5日期限有何意义呀？案子得一件一件的破，这5日之期嘛，就一天一天的过吧。黑燕出现在林帆家，只是为了惩戒他们。你杀了林帆，他不该泄我的密，总得给他一点惩罚。黑燕杀死一个人易如反掌，留他活口到底为什么？林帆，曹娘子，刚才路过，听您在弹琴，我就忍不住多听了一会儿。如有打扰，曹娘子莫怪，莫怪。不怪。这曲子如何？我就是个粗人，也不懂音律，我就是觉得好听，说不出个1、2、3来。我早知你曾是书生，为何要装个粗人？曹娘子，您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想见见他。在民府和他见面之前。谁呀？你知道我在说谁？我也知道，你能让我见到他。我们知错了，知错了，住嘴！尔等滥杀无辜，论律当斩。本官已上报刑部，一切依大唐律论处。今日已是黑燕5日之期的最后1日。本官知道，诸位都害怕黑燕，大家都有意文刺黑燕标识。本官无能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黑燕究竟是何人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黑燕到底想干什么。各位害怕黑燕，本官理解。黑燕的告示上说了，凡是没有文刺黑燕标识之人，都会死。那么好，就由县衙出面，为各位都准备上一块绘有黑燕标识的条幅。那么诸位就都是黑燕了，黑燕便不能够滥杀无辜，不能够再宰杀每一个已是黑燕的人。从今日起，我兰芳全县便只有狄仁杰一人没有黑燕标识。他要杀，便来杀我狄仁杰好了。
如此一来，楚磊若还是避而不见，便是他输了。哎呦，明府，你这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！我只是让他再无选择，只能找我。东康村被屠了村了，仅一人幸免。他还是下手了，就是因为郎家人娶了纯玉。他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报这一点私仇。纯玉一案是这整个一系列事件的开端。陈老六夫妻被杀，龙屠户一案，同康村惨案，以及整个兰芳县的5日之期。那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不需要什么好处，他不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他只是希望兰芳成为他所希望的样子。明府，明府，出事了！曹娘子人不见了。明府，门口的衙役说，曹娘子大概1个时辰之前就离开了。他怎么不早说呀？可能曹娘子平时也经常外出，他们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吧？今时能和往日相提并论吗？欢迎，他这信想说什么？啊？他要以一己之力解决兰芳之乱，哎，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他跟狄英是什么关系？不过是传亲授意的关系，狄英怎么会听他的呢？我会弄明白的。林帆，他把曹安带走了。曹安有黑焰的标识，他不会失信吧？他不可能失信的。你已经破解了所有的谜题。带我去见他。好。只你我2人。好。你就不怕这是个陷阱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我口中的楚磊，跟你推论的楚磊，秉性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呀？我倒觉得差异不大。我口中的楚磊，能让那个龙屠户苟活10年吗？你口中的楚磊，他为何要10年后才报仇？对呀，因为纯玉和那个龙屠户，还有同康全村，都跟他全无关系。那他为什么要作案呢？因为我，因为好玩。